39岁，一个早该挂靴的年纪 ，Lionel Messi 却站在草皮上。他人生的第6届，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4年前，他已经捧起那座等了一辈子的奖杯。他拿过的东西多到需要一整个房间才摆得下。他明明什么都赢过了，那他为什么还在这里？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一个医生说他长不高，几乎踢不了职业足球的小男孩说起。这是一个关于远的故事。一个在阿根廷罗萨里奥街头踢球，11岁被诊断出生长激素缺乏，身体停止长大的孩子，最后长成了许多人心中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这中间的距离远到不像真的，但这条路从来不是一路发光的。在俱乐部，他是神，他和巴塞隆纳一起拿下人类足球史上第1支6冠王。可是，在国家队，他有整整10年被同一种结局反复折磨：决赛、落败、眼泪。所以，要真正看懂 Messi， 你不能只看他举起奖杯的那些瞬间，你得看他怎么走到那里。从巴萨的青训宿舍，到巴黎的格格不入，到迈阿密的黄昏，再到2026，他决定再赌最后一次。1987年 ，Messi 出生在阿根廷的罗萨里奥。从会走路开始，他脚下就黏住一颗球。街坊、学校、当地的小球队 News Old Boys， 只要有草皮，就有那个瘦小、安静，但一拿球就像换了个人的小孩。大人们看他踢球，第一个反应往往不是惊叹，而是担心：这么瘦小的身体，怎么扛得住足球这行？最早不把这当成问题的是他的外婆 Celia。当地球队嫌他太矮，不肯让他上场，是外婆跑去跟教练说让他踢。他是最早也最坚定相信这个小孩的人。1998年 ，Messi 才11岁，外婆就过世了，他没能看到后来任何一座奖杯。而从那之后，每一次进球 ，Messi 都会抬起双手，用食指指向天空。那个动作是给外婆的。而那时候，这个小孩心里也有一个偶像。同样来自阿根廷、身材同样不高的 Pablo Aimar。多年以后，当 Messi 早已成为世界最强，被问到小时候崇拜谁，他讲的还是那个名字。一个被说太矮的孩子，抬头看着另一个太矮却踢得很美的人。也许从那时候起，他就相信身高不会是终点。10岁出头，最坏的担心成真了。医生诊断他有生长激素缺乏症，他的身体不会正常长大。治疗的方式是每天在腿上打1针，1个月的药费大约要近$1000，这是一笔这个普通工人家庭几乎付不起的数字。据说小小的 Messi 自己学会了在大腿上轮流换位置打针，1天都没有间断。阿根廷本地的球队看得到他的天赋，却没有一支愿意扛下这笔医药费。就在这里，他的人生差一点就往完全不同的方向走了。真正伸手的是大西洋的另一边。2000年，13岁的 Messi 飞到巴塞隆纳试训。传说中，当时的巴萨体育总监 Carlos Resach 一看就知道这孩子非留不可，又怕他被别人抢走，情急之下抓起手边唯一的一张餐巾纸，当场写下合约签名。于是，一个长不高的小孩和他的父亲离开了阿根廷，搬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城市。巴萨答应付他的医药费，条件只有一个，把他留下来。想家，瘦小，话很少。但每次球到他脚下，整座球场都会安静下来。针一天一天打，个子一点一点长，而他的天赋早就远远甩开了同情的所有人。2004年，还不到17岁 ，Messi 第一次为巴塞隆纳一线队上场。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一个会被写进历史课本的时代正在悄悄开始。接下来几年，他从板凳上的神奇小子长成球队的心脏，速度、平衡，那种在最拥挤的地方也能钻过去的能力，他很快就不只是有潜力，而是不可阻挡。那时候，巴萨的国王是另一个人，来自巴西的 Ronaldinho， 当时世界上最快乐也最好的球员，是他把这个害羞的阿根廷小孩带在身边，像大哥一样照顾他。2005年 ，Messi 攻进生涯为巴萨的第1颗球，助攻的正是 Ronaldinho。他大可自己射门，
却选择把球轻轻一挑，让给那个孩子。2008年 ，Ronaldinho 离开巴萨，走之前，他把那件象征球队灵魂的10号球衣留给了 Messi。一个时代的国王亲手把王位传给了下一个，而几乎在同一个夏天，一个叫 Pep Guardiola 的教练来了。如果要在足球史上找一段一支球队踢得像艺术的时期，很多人会直接指向那支巴萨。2008年 Pep Guardiola 接手，他把整支球队建立在传控足球之上，不断的短传，无止境的跑位，想尽办法永远不把球权交出去。而站在这套系统最前面，把他从战术变成魔法的，就是 Messi。他身边是 Xavi 和 Andres Iniesta， 2个和他心灵相通的中场。3个人之间的传球像是有人事先写好了剧本。Xavi 负责调度全场的节奏 ，Iniesta 负责在最关键的缝隙里穿针，而 Messi 负责把这一切变成进球。对手明明知道球要去哪，却永远慢了半步。Guardiola 甚至为他做了一件改变足球的事，把他从边路移到中路，发明了一个伪9号的位置，让 Messi 从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发动攻击。这个小小的战术调整，后来被全世界模仿。然后是2009年，那一年巴萨几乎赢下了所有能赢的东西：西甲、国王杯、西班牙超级杯、欧洲冠军联赛、欧洲超级杯，还有世俱杯。一整年6座冠军，一座不漏。要知道，在此之前，足球世界公认的巅峰是一个赛季拿下3冠：联赛、国内杯，再加上欧冠。光是这3座就足以让一支球队那一年被叫做地表最强，写进历史。而2009年的巴萨正是西班牙史上第一支完成3冠的球队。然后他们没有停在那里，把剩下的2座超级杯加上世俱杯也全部收下，6座冠军，一座不漏。这在足球史上从来没有一支球队做到过。6冠王这个词，其实就是从这支巴萨开始才被人拿出来用的。他们不只是达成了纪录，是定义了纪录。多年之后，拜仁慕尼黑还有巴黎圣日耳曼才陆续追平6冠，但第一支永远是他们。而那座6冠里最重的一顶王冠，2009年的欧冠决赛在罗马对上曼联。Messi 用一记在他身高几乎不可能的头槌破门，帮巴萨2-0夺冠。那颗球，他后来说是自己生涯最喜欢的进球之一。一个以矮小著称的人，用头球定义了那个夜晚。庞福是在说，没有什么位置是他到不了的。2年后，2011年温布利，那支巴萨再一次踢进欧冠决赛，对手还是曼联。那场球，很多人认为是传控足球的最高峰。巴萨把对手玩弄于股掌之间 ，Messi 也亲自破门。连对手主帅赛后都承认，这是他遇过最强的球队。而 Messi 的伟大还不止在奖杯，真正让人愿意叫他一声史上最强的是他踢球的方式。他个子矮，重心低，球像用脚水粘在左脚上。他不太用花俏的假动作，只靠一次变速、一个急停就能让后卫整个失去重心。他有一种近乎不真实的能力。从中线附近拿球，一个人晃过整条防线，最后轻轻把球推进网屋。那种画面常常让人想起另一个阿根廷人 Diego Maradona。而最可怕的是，他把这种等级的表现维持了将近20年。而在整个过程里，有一件事始终没变，他从来没为了更多的钱离开。豪门一次次开出天价，他一次次留在同一件球衣里。在这个球员频繁转会的年代，一个人把整个黄金生涯都给了一家球会，这件事本身就快要成为绝响。在巴萨的那些年 ，Messi 把能破的纪录几乎都破了。俱乐部历史总进球，他的600多球，至今仍是效力单一俱乐部的世界纪录。西甲历史总进球，他的光是2012一整年，他就打进91球。打破尘封快40年的世界纪录。他和巴萨总共拿下4座欧洲冠军联赛，站上欧洲之巅。而那个年代还有另一条主线，让全世界都盯着西甲看。Messi 的巴萨
对上 Cristiano Ronaldo 的皇家马德里。2009年 ，Ronaldo 加盟皇马，地表最强的2个球员被放进了同一个联赛、同一场国家德比里。那几年的西甲国家德比关注度大到不可思议，它是全球最多人收看的俱乐部比赛，一场球的观众人数能媲美甚至超过一场欧冠决赛。而他们2个把金球奖这座颁给世界最佳球员的奖轮流搬回家，几乎垄断了整整10年。一个南美的天才，一个欧洲的怪物，你追我赶，把彼此逼成了更好的球员。Messi 最后总共拿下8座金球奖，史上最多。有一段时间，人们争论的已经不是他是不是这个世代最强，而是他是不是史上最强。瓜迪奥拉走后，很多人以为那支巴萨的魔法会散，但 Messi 又给了世界一次高潮。他和 Luis Suarez、Neymar 走成了被称作 MSN 的锋线。3个人一个赛季打进的球多到不像真的。2015年，他们再一次拿下欧冠、西甲、国王杯的3冠。算下来 ，Messi 和巴萨总共拿下4座欧洲冠军联赛，其中2009、2011、2015这3次他都是绝对的主角。另一座2006年，他因为受伤缺席了决赛。一个曾经长不高的小孩，一次又一次把巴塞隆纳带上欧洲的顶点，成了这家100年球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但足球给了 Messi 一个残忍的对照，在巴萨他是神，可是每次换上阿根廷的蓝白条纹，故事就走向同一个结局。他的祖国爱他，却也怪他。有人甚至说，他为巴塞隆纳流的汗比为阿根廷多。为什么在这里你就是赢不了？其实他很早就来了。2006年，还很年轻的 Messi 就首次踏上世界杯舞台，是当时阿根廷队史数1数2年轻的球员。人们对他的期待从第一天起就高得吓人。他们要的不只是一个好球员，而是下一个马尔多纳。那个能一个人扛起整个国家的救世主，这份期待后来成了压在他背上10几年都放不下来的重量。2014年巴西世界杯，阿根廷一路杀进决赛，对上德国，那么近到 Messi 射后走过那座大力神杯身边，只差1步的距离，他低着头没有碰它。那张照片后来成了他前半段国家队生涯的缩影，离梦想最近，却永远差一点。接下来是更深的谷底，连续几年的美洲杯，阿根廷一次又一次踢进决赛，又一次又一次输掉，其中不止一次是在互射12码里倒下。2016年那一场 ，Messi 自己站上罚球点，把12码踢飞了。赛后，这个把情绪藏了一辈子的人，当众说出那句让整个阿根廷心碎的话：他要退出国家队了。即使在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他回来了，阿根廷却在16强就止步。那时候的他看起来疲惫、孤独，像是一个扛了太久、快要撑不住的人。批评声浪一波接一波。也许他终究只是巴萨的 Messi， 不是阿根廷的 Messi。那一刻，全世界都以为这个史上最强的球员会带着一个永远补不上的洞退场。俱乐部什么都有，国家队什么都没有，连他自己好像都快要相信这个结局了。但他没有真的走，几个月后他回来了，因为有些贷他还没还完。就在国家队的伤口还没好的时候，另一个打击从他最想不到的地方来了——巴塞隆纳。2020年夏天 ，Messi 叠出了一份想要离开的请求。多年的积累，球队每况愈下的方向，一些他无法认同的决定，让他生涯第一次认真的想走。最后，他为了不撕破脸留了下来，但那道裂缝已经在了。1年后，2021年，真正的结局来了。巴萨深陷财务危机，受限于西甲的薪资规定，这家他待了20年，从13岁住到34岁的球队，连一份新合约都没办法给他。于是有了那场记者会 ，Messi 走上台，还没开口就哭了。他掏出口袋里的面纸，擦眼泪。那个画面后来被全世界的球迷
迷记住。他为巴塞隆纳踢了整个青春，把一生最好的年华都给了同一件球衣，最后却要用这种方式离开，不是他选的方式。一个给了一家球会20年的人，最后连怎么说再见都不由他决定。他去了巴黎圣日耳曼，纸面上那是一支巨星云集，几乎要买下欧冠的球队。但那2年 ，Messi 始终像个外人。他帮球队2度拿下法甲冠军，却在最想要的欧洲冠军联赛上一再失望。他踢出过漂亮的表现，却换不到这座城市的心。有些主场球迷甚至在他触球时发出息声。那是一段很少有人愿意细讲的日子。一个习惯被当成神的人，突然要学着在一个不完全属于他的地方过着格格不入的生活。但也许正是那段荒野一般的低潮，让后来发生的一切更像一种救闪。2021年，在巴西的马拉卡纳球场，巴西人的主场，阿根廷拿下了美洲杯冠军。那是 Messi 为国家队赢下的第一座成年级大赛冠军。等了太久太久，中场哨响，这个把情绪藏了一辈子的人倒在草皮上，像个孩子一样。那扇卡了10几年的门，终于推开了。然后是2022年卡达世界杯，那届决赛，阿根廷对上由 Mbappé 领军的法国。一场被许多人称为史上最伟大的决赛，阿根廷领先，被追平，再领先，再被追平，3-3，最后走进互射12码。Mbappé 一个人上演了帽子戏法，却仍然没能阻止阿根廷。当最后一颗12码进网 ，Messi 跪在地上。队友从4面8方朝他扑过来，他等了一辈子的那座大力神杯，终于是他的了。那个在巴萨什么都赢过，却在阿根廷什么都输过的男人，用35岁的身体补上了生涯里最后也是最大的那个洞。而且那还不是终点。2024年，他再带阿根廷拿下美洲杯，成功卫冕。那个曾经连一座国家队冠军都拿不到的人，最后手里握着一座世界杯，还有2座美洲杯。故事本来完全可以在这里画下完美的句点，但故事没有停。2023年离开 PSG 的 Messi 面对人生一个重要的选择，他最想要的其实是回家，回到巴塞隆纳，把那个没说好的再见好好补完。巴萨也想要他回来，花了好几个月，试着在西甲严苛的财政规定下解出空间。Messi 甚至愿意大幅降薪，但最后球会还是因为财务问题喊了停。对 Messi 来说，这几乎等于是同一家球会第2次让他失望。另一边，沙烏地的球队开出一份天文数字般的合约等着他，可是这2条路他最后都没走。他去了美国，加盟了一支当时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里并不起眼的球队 Inter Miami。很多人不理解，一个欧洲之典的人为什么要去一个还没真正爱上足球的国家，但对 Messi 来说，那也许正是他要的。一个能陪家人好好生活，又能亲手把足球带进一片新土地的地方。而他到的那一刻，整个联盟变了样，关注度、票价、球衣销量，全都被一个人拉了上去。一个踢了一辈子顶级舞台的人，主动走进了黄昏。但他证明了一件事，就算在黄昏里，他还是那个能改变整片天空的人。所以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2026年，39岁的 Messi 站上了他的第6届世界杯，史上参加最多届的球员之一。这一届，他甚至打破了世界杯历史总进球的纪录，把这项成反多年原本属于别人的数字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早就不需要再证明任何事，可是他还是来了。也许答案很简单，对一个真正热爱一件事的人来说，最后一次这4个字本身就是不肯放手的理由。而这一届，阿根廷又一次让所有人捏了一把冷汗。16强对埃及，他们一度0-2落后，最后翻盘3-2晋级。站在风暴中心，一次又一次把球队从悬崖边拉回来的，还是那个熟悉的10号。接着8强淘汰瑞士，4强击败英格兰，他把阿根廷带进了决赛，距离连续2届封王只剩最后一场。而现在他还在往前走，舞台越来越大，灯越来越亮，而那个曾经长不高的小孩还想再爬一座山。
如果硬要把 Lionel Messi 的一生浓缩成几个数字，史上数一数二的冠军收藏超过40座，史上最多的8座金球奖、4座欧洲冠军联赛、1座世界杯、2座美洲杯。世界杯史上最多进球，足球史上最多助攻，还有生涯总进球越过了900球，这个几乎没有人到过的数字。可是这些数字加起来，还是说不完他到底是谁。因为 Messi 从来就不只是一份成绩单，从罗萨里奥街头那个每天打生长激素的小孩，到巴塞隆纳史上第一支6冠王的核心，从国家队10年的眼泪，到马拉卡纳、卢塞尔，一路走向3座大赛冠军，从巴黎的荒野到迈阿密的黄昏。Lionel Messi 的一生其实一直在回答同一件事：一个所有人都说太矮、太瘦弱、走不远的孩子，到底能走多远？他用了一整个人生把答案踢了出来，而那个答案是远到成为永远。If the day was kind to us, that is enough for me. Maybe winning is a rule where everybody wants to stay. Maybe losing is still a war when the song knows what to play. We are still here glowing, soft claps in the kitchen, warm guitars still rolling. After the final whistle, let the evening breathe. If the day was kind to us, that is enough for me.我是 Pitch 球场，我在这里说足球故事。如果你也舍不得这个时代结束，记得订阅，我们一起陪他走完这最后一舞。